中国与沙特亲近，站在美国的脚趾头上，拜登为何疼而不吭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中东油霸们似乎开始不听美国的话了。拜登要求沙特降低油价，得到的回报是，欧佩克从11月起降低产油量。在沙特与美国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出访沙特，引发了西方媒体的高度关注。《金融时报》报道的标题指出，中国领导人访问沙特是站在美国的脚趾头上，拜登感到疼却不吭声。中国与中东国家亲近，其实并不只局限于与沙特的关系，而是表现在与所有的中东国家都发展友好的关系。比如举行首次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以及中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而且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仍然以经济合作为主。此次签署的协议就有几十项，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推动中东战略是一个好契机。一方面，因为拜登政府在对中东的政策上实施战略紧缩，把注意力转移到印太地区实施所谓的战略扩张，从而引起了中东地区美国友邦的疑虑与不安。另一方面，拜登上台后一再谴责沙特的人权等问题，而沙特呢也不愿意配合美欧提出的增产石油以及制定油价每桶上限的要求，双方的关系进入到了谷底。此外，美国也担心沙特以中国的石油贸易改用人民币来支付，从而削弱美元的地位。双方的立场在短期内似乎难以弥合。另外，对沙特而言，在电动汽车到来的时代，进行国家经济转型又显得非常迫切，或者说，沙特经济对石油的单一依赖必须改弦更张。为此，该国制定了2030愿景，准备投入5000亿美元发展汽车工业、军工产业以及运输和服务业市场。沙特要兴建一座未来之城，同时也在积极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说实话，虽然美国现在能给沙特提供所谓的安全保护，但是沙特的未来更离不开中国的帮助。这也会给中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中国与沙特的贸易在2021年增加到了873亿美元，而沙特近30%的石油出口给了中国。如果双方借助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深入合作，那么美国对沙特的掌控力就会越来越小，甚至可能失控。沙特仍然是美国的军事盟友，这在中东面临战争危险时非常重要。但是现在的中东是一个以发展为主题的区域，美沙双方在石油价格上的利益冲突，甚至在人权和地缘政治上的矛盾，以及沙特想成为区域领导者的雄心，都为中国与沙特的合作创造了契机。当然，中国更大的战略是推动整个海湾地区国家建立一个自贸区，用经济合作来彰显自己的影响力。如果中东国家需要武器，中国也能够提供更加有性价比的产品，所以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衰落真就成了必然。另外，由中国主导的上合组织也已经由中亚延伸到了中东国家，增加了沙特、埃及、卡塔尔作为对话伙伴。所以中国以更加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心态与中东国家合作，再加上与中国合作能够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美国的中东战略可能会面临溃败的局面。特别是石油美元的地位在未来将会受到严重冲击。对于中东国家走向更加独立自主的趋势，拜登估计真的很头疼。但是目前呢，又没办法吭声，因为这样的趋势不是美国所能阻止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